钱大人，燕大人，嘘，低调，低调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好。这不是方大人的管家吗？他来干什么？哎，就算他太仆寺府的刘勇，也轮不上太仆寺一个官员的管家来发威呀。他有多少积蓄？哎，我真蠢呐！何必亲自出面，派个管家或者亲眷替我来不就好了？幸亏还有燕大人给我陪绑。是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请郭舅爷。郭舅爷，有点不太对劲儿。有什么不对劲儿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大家济济一堂，那么热闹，这不更有趣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人越多，那个乔布斯啊，到最后出的丑就越大。我倒要看看他最后如何收场。两位公子慢用啊！姑娘，请留步。怎么了？我看姑娘的手，不像是干粗活的，一定是哪家的千金吧？这都能看得出来啊！不知姑娘芳名是？我叫夏莹莹。莹莹。光洁如玉，好名字啊！是夏姑娘，容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堂堂的公子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两位慢用啊，有事再叫我，好吧？挺忙的。无耻之徒！这个义卖会没有白来。看这阵仗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要不咱们开始？那就拜托你们了。
感谢各位仁义之士今天参加这场赈灾义卖啊！那么废话我也就不多说了，因为外边还有很多灾民等着填饱肚子，所以咱们2条规则：第一，价高者得；第二，现银交易，好吧？那咱们赈灾义卖现在开始。能说这些人都这么有实力哈，不像我，就能让大家赏心悦目一下了。是，哎，瞧着吧，我一会儿上去啊，比他更厉害。我去帮忙啦。啊！赶紧让我，爷爷。你们可知这条腰带是什么人？腰带什么人的？问得好！现在我就回答你，这条腰带就是吏部右侍郎孟大人系过的腰带。是吗？没错，孟大人就是系着这条腰带参加科考，一举中榜的。对，哎，后来孟大人系着这条腰带任监察御史，巡山东，一举扳倒恶人，名扬天下。对，没错。孟大人自从系了这条腰带之后，那是步步高升啊，最终做得吏部侍郎。可不是嘛！哎，孟侍郎正文，水患横生。这不就是孟侍郎的一条破腰带吗？能值几个钱呢？我倒要看一看，这乔布斯和张鸿轩能搞出什么花样来。才逼不得已拿出了这条腰带，拿出来义卖。各位，这不简简单单是一条腰带，它是陪伴着孟侍郎走南闯北，立下无数丰功伟绩的金腰带呀！孟侍郎可是首辅大人的红人啊，江浙一带的官员任免都是孟侍郎说了算呢。今天我们无奈之下拿出这条腰带，拿出来义卖。各位善心人士，希望你们踊跃出价。您买到的不简简单单是一条腰带，最重要的，天地有灵，您的一行善举必得苍天厚报。来，100起来，100起价，110两，110了，还有没有更超过的？120两，130两，机不可失啊！赶快加价，这是金腰带呀！哎呀，钱大人，孟大人对我有提携之恩，他的腰带拿出来拍卖，衙门口都贴了告示了，你就高抬贵手，让给我吧。严大人，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论资历，我早该再升一步了，奈何上头没人呐。事关前程，事关前程。你看，140两，150两，200两，200两。哎呀，别再加了，你没看人家都是管家来的，可劲儿的喊价。你花那么多银子，你就不怕御史盯上你？300两，350两，400两，400两，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一条破腰带卖400两，这帮人脑子有问题吗？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碰巧给他们蒙上了呗。成交，400两，您的了。400两，他真买。我说小天，你这主意到底行不行啊？当然行。这些官员想用这些破烂把我们打发了，他们想得美。我叶小天呢，就想利用这次义卖，将这些破烂大卖特卖。如果这些破烂卖不出去，那这些官员就会落下一个为富不仁的骂名。可如果真的有人能高价买下，如果真的有人高价买下的话，于这捐物的官员而言，既可以凸显他的两袖清风，又可以利用这次赈灾济民的机会为他扬名。所以他们买也得买，不买也得买。
而且除了这些官员会高价把他们这些破烂买回去，平日里那些四处钻营的马屁精们也会来凑趣的。你们谁敢打赌，这根破腰带在义卖时能不能卖出200两银子？大家请看，哦，这块砚台乃是文道学院山长、京城督学山桥先生所用之物。300两，320两，350两，400两，400两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了，500两，500两。这位仁兄，山桥先生乃犬子的恩师，为了犬子，这方砚我志在必得。不好意思啊，舍弟正要拜入山桥先生门下求学，还望仁兄你高抬贵手啊！不抬，550两，600两，650两。一块破砚台也能抬到这么高的价码？砚台虽然破，却是督学大人用过的。这2位仁兄，应该是为了让自己准备科考的子侄搭上督学大人这条线，真肯下血本啊！说来也奇怪，就张宏轩和乔布斯那2个废物，也能想出来这么鸡贼的招数。莫非肯定有高人。这都行，乔兄，你可真行啊！可不是，还有没有？700两，700两了。我出800两，800两，800两还有没有？800两，没有是吧？800两，成交，你的了。800两，这样也成了。我看，肯定是坐在乔布斯和张宏轩旁边的小子搞的鬼。不过这小子也确实有几分外才，居然能想出这样的损主意。这样都行，叶兄，你可真是有一套啊！雅慧，对。雅慧，既隐蔽又安全，还附庸风雅，想求利的想要求一幅字画啊、文章啊，他总得给个润笔费吧？得嘞，那就不漏山不显水的就拿了。那个想求名的嘛，你就想个法儿帮他弄点名，他就有了名声啦。你也有了人情啦，这不是一来互往的都有了吗？他一套一套，说的那么玄乎，你杨大人不是还在这大牢里吗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这手法再高明啊，只不过就是让上头的人啊抓的麻烦点儿。像我这种经常在河边走的人，焉能不湿鞋呀？这道理我都懂啊，就是知道的晚了点儿。可我也不寂寞，天底下贪官知道的都晚。上半场的义卖到此就全部结束了，大家稍作休息，片刻后下半场更为精彩。哎呦，哎呀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走走走，喝茶喝茶，咋了老杨？
这次可就全靠你了呀！我算什么呀？我就是动动嘴皮子，主要还是大哥的主意好。那还不是多亏了你这张好嘴。讨厌。哎，对了，小兄，你赶紧找人把这些银子盯住了。已经安排好了。上场我还是很买了些东西的，一个腰带，下半场看我的。小贵，少爷，还有那个燕子。哎，公子，这我真是看不出去。哎呀，赢定了！这次肯定赢定了。李玄成这个家伙再也动不起来了。上半场呢，只是试试身，精彩的还在下半场呢。下半场？哎，对了，叶兄，我一直想问你呢，咱们东西都卖完了，下半场卖什么呀？卖这些呗。有请几位姑娘。这几位呢，可都是享誉京城的千金小姐，哎，平时可都养在深闺，不可能抛头露面的。今天可真是要谢谢几位姑娘给我展泥儿面子，不然啊，你们一个都别想看见。有劳各位姑娘了，小天已经布好了雅间，请各位去雅间慢慢休息。请吧。怎么样，叶老板？您让我办的事儿我都办完了，您还满意吗？接下来看你了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哎，这不都是女人用的东西吗？又不是高官权贵们用过的，这也能卖出去？卖得出去，不但卖得出去，还能卖的价格更高。二位就拭目以待吧。小姐，梅公子、蓝公子还有竹公子，他们都来了。哎呀，人家走到哪儿，他们就追到哪儿，真讨厌。他们呀，都是冲咱们家小姐来的，这种讨咱们家小姐欢心的好机会，他们哪会放过呀？我看那个胖妹子怎么跟我比？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啊，今天贾小姐的芳心，我可是势在必得。丑话说头里，你们几个谁要跟我争，这兄弟没得做了啊！你们不看看你们那点家底儿，那还敢跟我争？行，瞧瞧你们几个人的德行，别吓到人家贾小姐。哼，我呸！为了贾小姐，我把绸缎庄、当铺全都抵押了出去。哼，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你真的安排好了吗？我怎么没看见人呢？哎，小姐，你看，老王和老李就在那儿。等会儿啊，说完我就说啊。放心吧。哼，我就是拿出自己所有的身家，把捐出去的东西再买回来，也不能输给贾府的那个狐妹子。哼！各位，咱们下半场的赈灾义卖现在就算是正式开始了，大家请看。啊，这是贾伯父的爱女贾姑娘用过的一把团扇。小姐，你看，这把团扇跟随贾姑娘3年用完了。500两，500两。好，有没有高过500两的？700两。哎，行，哎，我出800两，1000两，1000两，贾姑娘的团扇。恭喜小姐，他们争得好凶啊！我看那个胖妹子还敢跟我比。没想到这小子玩阴的，扮猪吃虎。1100两，都死扛到底是吧？行，看谁先死。1200两，跟我斗富，我还没怕过谁呢。1300两，1300两，还有吗？好，你的了。
告诉老王老李，不给我叫到比那个胡妹子更高的价格，就不要回府了。是，小姐。哎，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我觉得呢，是小天哥比较懂男女的心思，明显就是吃饱了没事干。多亏你了，臭小子。李小来，就你鬼畜一堆，不贴毛的像个猴。我想请你帮忙，而这件事啊，只有你能办成。哦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召集一下这些千金还有小姐们，让他们捐出一些物件来？最好是他们本人可以来到这一次的赈灾义卖。他们去干嘛呀？一个个娇滴滴的，只会捧着花碗抹眼泪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他们什么都不用做，他们只要站在那里就行了。是吗？各位，下一件义卖商品是尹学世家千金大小姐的和田玉簪一只。小姐，终于到您了，这可是今天压轴的大戏。哼，我的身价也在这儿摆着呢。起价400两，500两，600两，700两，800两，900两，1000两。哎，我看这俩是托吧？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那你看，哇，1500两，1600两。不是，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呢？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他们的想法怎么能和你我一样呢？是啊，看来你我都老喽。哎，不知道年轻人的想法呀。1800两，2000两。你不喊了是吧？好，2000是吧？好嘞，给你了啊。恭喜小姐，这可是今天的最高价了。这个彩头啊，您拿定了。本小姐不争银子，争口气，也让那个胡妹子知道本小姐的魅力。感谢诸位啊，感谢各位，咱们今天的赈灾义卖就算是结束了。各位请放心，今天我们所获得的所有银两均用于赈灾救民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刚才不错吧？今天可是多亏了几位姐妹的鼎力相助了。哪里，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，要不然谁会知道我们的身价呀？对，要是以后还有这样的好事儿，记得找我啊。啊，行。胖妹子，你还嫌搭钱搭得不够是吗？胡妹子，话要讲清楚啊！好了，今儿你们都辛苦了，我送你们回府啊！走。走吧。你怎么这么厉害呢？你才知道啊，我一直这么厉害，好不好？切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在我心里先有这么大。那我原来呢？你原来有这么大。那是这么大的还是这么大的？怎么毛病这么多啊你？哎，大亨、云飞还有展妮儿他们呢？大亨他们好像去给那些商家续结租金了，然后宁儿姐姐是去答谢那些千金去了。哦，那你呢？你怎么什么都没干啊？我在陪你啊。什么时候嘴变得这么甜了？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是。乔兄，张兄。张兄，李某，一向看你不起，但是今日这一回，李某真的是心服口服。
这国舅爷居然对我们这么客气，这莫非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？李某确实曾经一向自视过高，但是对于有真本事的人，李某也是由衷的佩服。好，如果李某曾经对二位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，那么李某愿意今日在这里向二位赔个不是。这国舅既然与乔兄、张兄化干戈为玉帛，这是大喜事啊。那这样，今天就由小弟我做东，我们就在青烟楼摆酒为贺，如何？哎，好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不知二位是否愿意赏脸陪李某把酒言欢，化干戈为玉帛呢？这不是我们不给国舅爷面子，而是这么多的银两需要妥善存放才行。我们这有何难呢？这里这么多人，叫他们把银两送到国子监去。你我咱们都是国子监的监生，这点事儿跟老师说一下就行了。再说了，那儿离这儿这么近，又有官兵把守，可谓是万无一失啊。对呀，这也好啊。来，国舅爷，我给你引荐一下，那位是叶兄，这次义卖的好主意啊，没有我的功劳，全是他想的。叶兄，给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当朝国舅。哦，李玄成。叶某见过国舅爷。哼，原来是国舅啊！我还以为你姓郭呢。哎，夏姑娘可不能乱说，这位可是当朝太后的弟弟，当今皇上的舅舅。叶兄，关兄在青烟楼设宴，邀我等共饮。你是这次义卖的大功臣，少不得你啊。只是这些银两得先送到安全的地方，还要联络粮商，诸多事宜。大哥，呼引我去，买来我来。云飞一身功夫，大亨呢善做生意，你们两个去啊，我就再放心不过。夏姑娘，不如你和叶兄弟一块儿去饮宴吧。啊，叶兄弟今天真是神机妙算，这一出，李某真的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。哼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在街上看到了好多巡捕在治安巡逻，不妨跟他们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帮忙押送呗。好主意。云飞兄弟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云飞啊，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。嗯，出发。哎，小兄弟且慢，一会儿送完银两，记得回来喝酒啊。我不喝酒。哎，不喝酒吃点菜也行啊。我不饿。哎，等等，这些都是要运往国子监的慎银是吧？不错。那个乔公子叫我们过来沿途护送，那就有请。有劳了，客气了。兄弟们，是。各位，青烟楼的酒席已经准备好了，
现在各位随我去青烟楼，咱们一醉方休。你们要是去喝酒的话呢，那我们女生就去逛街了啊。我们刚才跟宁儿姐姐约好了。什么时候约的？刚才。正好我要去找梁少啊，咱们一块儿去。你们几个都不去了，那我……哎，叶兄，旁人可以走，你不能走，我还要借花献佛，多敬你几杯呢。那行吧，那大亨，要不你跟我们去逛街去吧？我不去。你不去？哎，我这可是有新研制出来的要你命3000。没用，跟你们去我也就去那拎东西的，我去干什么？你不去？谁去啊？我不去谁去？走吧。走。少买点啊。那乔兄、张兄、叶兄，有请吧。走吧。好，请。国舅也请。哎，我一会儿还要去梁商呢，你们把我当骆驼啊？骆驼，少美化自己了。就算你联系上了，也得明儿才能设置周鹏，不差这一会儿啊。那砍价不用时间呢。哎呀，就你话多是不是？还逛不逛啊？我觉得当务之急，先把街逛好了。你们来买东西，我来帮你们拿着。走。哎，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亨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我到城里来开个分号啊，慢一会儿。你这怎么当骆驼呢？啊？你不是进城看望你那个结拜的兄弟吗？那个叶典史现在关在京城的大牢里，吃了不少苦头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买这些东西是想打通监狱关系。爹，我大哥没告老李，已经砍了。不是，国舅爷这不是请吃饭吗？青烟楼吃酒呢。乔兄，张兄，今日的筹款义卖可谓是非常的成功。我相信，从今日开始，那些灾民们再也不用忍饥挨饿了。二位的公德心呢，李某也实在是佩服。李某在这儿就再一次替那些灾民们感谢二位的这次善举。来，咱们喝一个。来，再吃点，吃菜啊。商人们呢，都喜欢囤积居奇，大亨又擅长做生意，我们这次买的又多，应该可以用一个不错的价格拿下来。明儿一早呢，这9成周鹏应该就可以开张了。所以，乔兄，我那事儿，哎，这个事你放心，明天周鹏一开，我就去找我爹，保你平安无事。一言为定啊。大哥，银子凑好了。华兄弟，你来晚了，得罚酒3杯。对啊，坐下来喝2杯。我不喝酒。来，咱们喝。国舅爷。是，老爷可是放心不下少爷啊。伯父，大哥，我爹来了。伯父怎么也来京城了？到京城开个分店。再有就是心里放不下犬子。怎么又是犬子的呀？不，就是犬。行，你爱当老狗，我又不拦着。再有就是老狗放，老夫担心典史大人的处境。听说典史大人进了刑部的天牢，还
还出入自由。上边有人吧？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好奇心这么重？多谢伯父的关心。你看，因为我的事情，还害得大亨跟着我东奔西跑的，小天这心里也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哎，看你说的，这条小狗啊，一向不成才，不求上进，自打跟你以后啊，变化很大。这真是求师不如求友，训人捎带着训狗。你大亨。哦，对了，伯父，你这次来还没住下了，要不要我找个人给你安排一下？啊，不用，京城很多朋友，还要谈一些商务上的事儿，我就不烦扰你们了。嗯，好，大亨，好好陪你爹。嗯，他见我不会陪我，只会我陪。大哥，没想到叶小天到了京城，处境和我们想象的大为不同啊！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忙断肠。谁能想到叶小天在京城还有个孪生的兄弟，长得一模一样？不过这都是权宜之计啊，他仍然是戴罪在身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把他救出来？他的案子是当今首府亲自批的，没人敢插手。我们一定要等到他最危难的时候再帮他，这样今后才能成为己用。大哥说的是啊，我们现在就找个门面，开个分号。啊，我们要在京城安个钉子，插个耳目。哦，明白。大哥啊，对不住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去吧。谁让我是你大哥呢？哎呀，冯兄，你说这兄弟二人整天的换来换去，搞得我都不知道这牢里关的到底是叶小天还是叶小安的。有趣，有趣呀！此事若是传扬出去，那定是一桩传奇呀！我走了，小心啊！哎呀，怎么才来呀？各位公子有礼了。昨天义卖的事我也听说了，义士善行啊。既然这么着，我也不会哄抬物价的。刚到的2船粮食，全部平价卖给你们了。哼，老板仗义。那成，咱们进去拿银子去。请。乔百户，就是这间房子。好。佟掌柜，麻烦让伙计帮忙搬一下。大哥，箱子手让人动过。大哥，银子没了。他娘的，上官也敢偷，老子的银子也敢偷，银子放在国子监也能被偷。哎，老
老乔，冷静点。老子冷静个屁呀！哎，银子放在你国子监啊，如今3口银箱全都被撬开了，你们的门却是完好无损的，肯定是你们国子监的人监守自盗。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放肆！本官特意借地方给你们存放银子，还把仓库的钥匙给了你。现在银子丢失了，最有嫌疑的就不应该是我国子监。你放屁！不是你们，难道是我？你把钥匙给了我，你就不能有第2把了？如果是我的话，为什么不用钥匙打开，还要硬生生撬开啊？哼，这样一来，你们就好嫁祸给我国子监吗？不是那我……哎呀，行了，冷静点。哼，你们锦衣卫真是好威风啊！窃了银子还要栽赃我国子监，现在还要仗势欺人。老夫想起来了，指鹿为马、颠倒黑白是你们锦衣卫一贯的本事。我打死你！哎，老乔，过来！老乔，你现在在这儿吵吵闹闹有什么用？不如报官吧。报官？报什么官？我就是官！你让我去报官，我锦衣卫让人坑了，我居然去找捕快办案，我这脸丢的还不够多吗？难不成你还想让锦衣卫来办此案？你放开！虽然我们不是专司侦缉的探子，但也总比六扇门那几个人高明。这个案子，我一定查个明白。如果真是你们国子监人干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你们要查我国子监，先洗清你自己的嫌疑吧。我有他娘的屁的嫌疑啊！你们国子监的墙比老墙还高，我怎么偷啊？这么多银子？没错，箱子在这儿，可银子没了。说明这偷银子的贼没有办法把银子整箱搬出去，也没有办法把这箱子运出国子监。也许他们是把这银子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运走了，可即便如此的话，他们也不可能走的是围墙啊。对呀，这国子监晚上有兵丁巡逻，墙外有捕快和更夫，这银子也不可能从墙上运出去啊。要照这么说的话，银子只能从门口运走了。四爷大人，你们这国子监出入应该有记录吧？有，那就好办了。银子是傍晚运过来的，而夜里呢，国子监又禁止出入，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，如果有人运送了大车的东西出去，或者是往返进出多次的话，那门卫一定很清楚。你还不赶紧把昨晚开门那人给我找来！你还想查我国子监？我凭什么不能怀疑你国子监？银子在你国子监丢的，不怀疑你怀疑谁啊？再说了，你再三阻挠我查案，你是不是做贼心虚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门锁可是完好无损的，我这银箱子可是打开的。哎，好了，哎，乔兄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锁能完好无损，不能代表什么呀？就这锁，你给我点合适的工具，我都能给它撬开。这再说了，国子监呢，无私的替咱们存放这些银两，咱们怎么好诬陷人家国子监呢？四爷大人，您呢教化育人，大道理呢懂得比我们这些晚辈要多得多。这些银子可是要赈济灾民的，那我们不应该合力把这些银子找到吗？是啊，老师，如果没有这些银子，这些灾民的处境将雪上加霜啊。四爷大人，您维护国子监，我们心里都清楚。可是，要想国子监洗清嫌疑，不是应该你配合我们，尽快的把这些偷银子的凶手给找到吗？此事如果声张出去，对谁都没好处。可如果你们查不出个子丑寅卯，就别怪我岳某翻脸不认人。多谢四爷大人。各位公子，不好意思，既然你们的银子已经不见了踪影，这笔买卖咱们也就做不成了。告辞，告辞。佟掌柜，请留步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关系到兵部、国子监，还有锦衣卫，所以应该怎么做，佟掌柜这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哎，你有几家店，我可门儿清啊！各位公子请放心，小的一定守口如瓶，守口如瓶。走吧。走。哎，我问你，从昨天酉时到今晨，前门的出入人员当中有无大批人员结伴而行？
有没有携带重物或者用马车运送东西的情况？这位大人，真的没有。昨晚出入此门一共有40多人，最多也就3、4人同行，没有人运送重物，更没有以马车运送东西的。可否有人反复出入？这个下官记不太清楚了。如果有人反复出入的话，这个出入的流水账册应该有所记载。其上面记载，只有一个人进出过2次。刘氏酒后遗落了东西在酒馆，就2次？那不可能，这么多银子运不走。后门这段期间只有23人出入，没有异常。大哥，我和云飞去了左右2个门，左边那个门锁锈蚀，还有门眼上没有明显的擦痕，看来是好久没有开过了。右门我也看了，和左边情况一样，也是封闭已久。哎，那如果银子不曾被运出去的话，那么应该还在国子监吧？怎么，你们还想送我国子监吗？四爷大人，此事如果不查个水落石出的话，不光是国子监，就连您名誉都会受到玷污的。成了，成了，老夫答应你便是。多谢四爷大人。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啊？没有啊！你看仔细一点。慢点，慢点。那边。大亨，你干嘛？云飞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不是我放的，是大亨啊。哎呀，你反正都湿了，你再看看那边有没有。还是没有啊！哎呀，笨死了，我下去。年兄，这些人不是四爷大人请来灭鼠除蟑螂的吗？怎么这井里也有蟑螂老鼠了？贤弟啊，你一直生活在城里，自然有所不知。文兄年少的时候曾住在乡下，当然知道一些。这耗子是可以潜水的啊，故而因此他们才检查的如此仔细吧。哦，年兄果然博学多才。哎呀，过奖过奖。哎呀，这井里居然有蟑螂耗子，那咱们平时喝的茶水，哎呀，想想都走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找清楚了？啊。就不信了，只要是银子还藏在这国子监，我就一定能把它翻出来。胡元兄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是有什么东西掉进茅厕了吗？关你屁事！拉你屎去！行，你慢慢找。
天啊，你发现了什么没有？这窗子也没被人撬动过，没有撬过的痕迹。老牛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好，手都没劲儿了。怎么这么沉呢？哎呀，走，走。大哥，想什么呢？没劲儿，歇会儿。大哥，人家歇会儿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岳飞，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，这些伙计抬着银箱从百善楼出来到这里，中间没有停过。对，你所说的没有停过，是指他们一次都没有休息过，这箱子一直抬着，没放下过，对吗？对啊，箱子没离过手，脚也没停过。不是，大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明白了。哎，他在找什么？什么就明白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要知道我不就大哥了吗？明白了。你明白？他知道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大人。他知道什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哎不。大红云飞，帮我把砖头搬开。哦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到底明白什么了？你快说呀，我都急疯了。洪玄兄，你去把四爷大人还有管理这里的人找来。哦，好。不是小天，你究竟发现了什么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四爷大人，请问我身后窗下这堆砖是何人何时堆放到这里的？怎么回事？回大人，这堆砖头何时出现，小的真没印象。前段日子没人在这窗下堆放过砖头啊。那这些砖头和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们之前已经证明过了，这贼呢不可能把银子成功的运出国子监，但如果当初运来的是砖头，那么贼只需要把这些砖头随便往旁边一放，不就可以了吗？那你们运来的是砖头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运来的明明就是银子啊！可你并没有打开箱子，让本官查验。难道我们讹你不成？乔兄，你别急，四爷大人说的没错，我们那日运来的的确是砖头，因为真正的银子在百善楼已经被人调包了。小天，你怎么确定这个银子是在百善楼被调包的呢？之前我们考虑过很多因素，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因素，那就是抬箱子的人。你们想，这装银子的箱子呢，每一个有300斤重，一箱砖头呢只有100斤重，而从百善楼到国子监，
有3个路口的距离。当初那些伙计抬起银箱的时候，都已经非常吃力了，怎么可能在走出酒楼的时候，瞬间充满了一身神力，中途都不停的把银子成功的运来国子监的？这就说明，银子当初在酒楼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调包了。这既然被调包了，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的把这个锁子撬开，然后再把砖头运出来呢？其实，贼偷银子的一共分为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替代了真银子。第2个阶段，他们需要把充当银子的砖头偷出来，从而毁灭证据。没错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把砖头搬出来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从而制造一个银子是在国子监被偷的假象，嫁祸给国子监。现在可以洗脱我们国子监的嫌疑了。乔兄说的对，而且我也曾经实验过，我们原本打开银箱的钥匙，根本打不开现在的锁，也就说明，箱子不是那个箱子了，锁也不是那个锁，这一切都已经被人调包了。大哥，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，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百山牢找那帮孙子要钱？走，走，那边。这我还是想不通，他们在百善楼里到底是怎么调的包？那银箱可一直都没离开我们的视线。只要确定问题出在百善楼就够了，其他的让他们亲口交代就是了。你们肯定他们能亲口承认调包了银子？他们肯定不会随便承认。但如果我们在酒楼里找到了那笔钱呢？他们已经调包了银子，还不及时运走？我赌的就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运走。现如今，大量灾民涌入城中，街上那么多巡检还有捕快，晚上还有宵禁，他们怎么敢轻易的把银子运走？再说，他们已经抹去了国子监库房里的标记，所以抱着侥幸心理，如果我们发现的早的话，那银子应该还在百善楼里。有道理。小天，小天，哥哥把人都带来了，你说吧，怎么干？直接进去，给我搜！大哥，你做事一向沉稳，怎么今天毛毛躁躁的？怎么了你？刀都架脖子上了，哪还有时间沉稳啊？老乔，走，给我搜，搜出银子来，我请吃酒。走。几位办案，所有人不许动，给我搜。走，走，走，这边，走，走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位大人，不知我百善楼犯了哪条王法，竟然动用锦衣卫的人前来办案拿人？就凭你也配质问本官？滚！这位大人，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上下搜查，我们的生意还怎么做呀？实不相瞒，我们这百善楼可是礼部尚书的产业，不看僧面看佛面。你说什么？这百善楼是礼部官尚书的产业？不错。关尚书是关小坤他爹。给我挖地3尺的搜，也要把银子给我搜出来！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乔布斯，原来是你在我家酒楼闹事。关小坤，你果然在这里啊！这百善楼是你家的产业啊，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我跟你有交情吗？乔布斯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带着你的人马上给我滚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让我滚？可以啊，你把赈灾的银子交出来，我立刻就滚。什么赈灾银子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乔布斯，你们以义卖之名筹集的那些银两不见了。哼，姓乔的，你监守自盗贪了那些银子，现在栽赃给我，你这就是诬陷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姓关的，就算你肯放过我，
我还不肯放过你呢。你去告诉我爹，就说锦衣卫百户乔布斯在我们家酒楼生事。是。哟，这么急着找爹，做贼心虚啊？我呸！我告诉你，乔布斯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快来看！哇！大哥，走到另外门。大哥，这百善楼果然有问题。我知道这银子怎么调包的了。就是你，云飞走到门厅的时候，是你叫住我。哎，小兄弟，小兄弟且慢，一会儿送完银两，记得回来喝酒啊。我不喝酒。这个时候捕快们都在楼外，只有这个时候银子是没有旁人看着的。就是你跟云飞说话的时候，你的人给调的包。我跟你讲，姓乔的，你别在这血口喷人。这个作品能打开，你就栽赃罪名给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官司打到朝廷上去，也定不了我关小坤的罪。我呸！我今天废物！我哎，你跟我乔兄，息怒，乔兄息怒，息怒息怒。你等着，关小坤，你说的固然不假，可我还能找到一个让你无法否认的证据。你有什么证据？当天装银子的箱子是由你酒楼里的12个伙计负责抬走的。如果我能证明这12个人有问题，是不是你也难逃干系了？你怎么证明？那天的12个伙计抬着银箱从这里离开，一直到国子监，那箱子根本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手。如果我能找到同样的箱子，里面装满同等数量的银子，让他们按照当天的路线再走一遍，中间可以毫不停歇，那么我叶小天就向你磕头认罪。而且现在我明白，为什么那3个银箱的钥匙孔都被人给凿坏了，因为他们把箱子调包了，而你身上的钥匙根本打不开箱子，所以他们才要撬箱子。好，我一定要把银子给你找出来。走。大人，2楼都搜遍了，没有。大人，1楼都搜遍了，没有。小天，这银子不会被运走了吧？
不可能，如果银子真被运走的话，关晓坤一定会抵死不认。可你现在看他，银子还在，不错，银子一定还在。给我重新搜，梁上床下连一个马桶都不要放过，搜！是，走。哎，刚才不是搜了吗？怎么还搜啊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少跟老子废话，滚一边去！搜！把锅打开。什么味儿？你们俩闻到了吗？那边那个泔水的味道。怎么这个时辰还有人运垃圾泔水啊？哎呀，难民啊，现在越来越多。为防止出现意外呢，京城已经不允许再有难民涌入了，所以城门呢也定时开放。这点时间，这么多的泔水垃圾是运不完的，有的时候拖到下午。岳飞大亨，过来。把泔水放下！让开！哎呀，真是想不到啊！你们锦衣卫的兄弟们恶成这样，连我们百善楼的泔水桶你们也不放过呀！就不信这个银子能飞了。那你们接着搜啊！我们关家有的是银子，我大不了把百善楼关个1年半载的，让你搜无所谓。你刚才不是说的头头是道的吗？银子呢？你别以为你有乔布斯给你撑腰，就能在我面前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携家带眷的来到京城也不容易吧？最近京城可不太平，最好赶紧带着家里人逃，要不然的话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什么意外。意外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叶小天不是被吓大的。这可说不好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，小心呐！是吗？那你最好记得这一点。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哎，大哥，走啊！怎么了，大哥？别动！
漆？这油漆哪儿蹭的？哟，锦衣卫兄弟又来收泔水了，今儿没了。大哥，那边，给我砸！是。你们干嘛？哎。哎，银子找着了，银子！哎，抓住他！你警官呐，说吧，你是想死呢，还是想死呢？这回差点让你小子给蒙混过去。刚刚是谁在说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来着？给我清场！走，快点，走！你们要干嘛？你们？偷银子！你偷我的银子！你偷啊！你偷啊！给我接着打，往死里打！是，住手！当着我的面还敢动手？国舅爷，关小坤不该被揍吗？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是他做的不好。可是杀人也不过头点地，你们真的要把他打死吗？那国舅爷的意思是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关小宽此举确实是大大的不妥，可是我希望各位能够放他一马。不是凭我。关小坤此举确实卑劣，你说他触犯了王法也没有问题。不过我觉得给他一个教训也就够了。各位不会真的想把他送进大牢吧？我相信经过这一次，关小坤一定会接受教训，而且此事不可能瞒过他的父亲关尚书。关尚书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一定会对他的儿子严加管教。张兄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！洪轩，岳老师，关小坤道德败坏，品质恶劣，我国子监是不能留他了。帮他盗换青砖，栽赃我国子监的人，老夫也不会放过。不过，老夫在想啊。是否能让他们官家主动提出来，让关小坤离开国子监？你和关小坤都是国子监的监生，虽说此事和国子监无涉，可一旦声张出去，难免会损及国子监的声誉。所以，老夫以为，你是否慎重考虑？这个，大人说的对。张兄，退一步。海阔天空啊！是。好，今天就给司爷大人一个面子。走。
带上银子，我们走。是，拿银子走。足下大恩，老夫谨记在心里。大哥，就这么把鸟人放了，凭什么？大哥，你想，关晓坤就算被定了死罪，他要真的能受罪吗？他如今做出这样的事情，就算不判刑，你以为他老子能放了他吗？不是，凭什么？忍得了一时，方能容得下一世。如果妥协能得到的好处更多，我们又何必抓着不放呢？凭什么？二哥，大哥说的对啊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收摊了。走吧。来。小天呐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们几个可筹不到这么多银子，我们几个也不会顺利的找回这些银子。是啊，小天，这次幸亏你聪明睿智，替我洗刷清白，要不然哥哥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二位兄长，如果这么说的话，那可太抬举小天了。先不说你我兄弟二人意气相投，在这件事上，我们也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啊。所以呢，于公于私，小天都应该竭尽所能。行，那咱们就别说客套话了，干了这杯酒就是兄弟。来。哎呀，小天，你的事儿我听乔兄说了，你别着急，这事儿啊，我们帮你摆平。哎，张兄所言甚是，小天，你就安心的待在这儿。这个大人物扯起皮来，可是旷日持久啊，1个月、2个月、1年半载的，那这都很正常。哎，你以为我大哥像你们俩一样不求上进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最好还是跟老爷子说一声。虽说他不是正管，但是说一声，我大哥的事儿不能提早了吗？这个没问题。我爹虽然是兵部的，但是呢，到其他衙门说句话，人家总得卖他个面子。那如此这般的话，小天先提前谢过乔兄了。啊。那么大，你看。京城这么大，咱们去哪儿找莹莹？侄儿，你确定莹莹来到了京城？伯父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叶小天是被押到京城来的，小妹一定会来找他，肯定没错。人海茫茫啊！伯父，你就放心吧，小妹是来找叶小天的，咱们只要找到叶小天，一定就能找到小妹。对呀，去打听打听，刑部衙门在哪儿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，刑部衙门在哪儿？刑部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去的吗？哟，老子不就问个路吗？瞧你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哎，瞧不起我们外乡人啊！再给大爷装蒜试试！住手！你们这帮外乡人，到了京城还敢如此嚣张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，此乃当朝国舅！蒙谁呢？别在这唬人！啊，原来是当朝国舅，失敬失敬，侄儿无礼，还请国舅爷您见谅。就你们这些山野村夫，守城门的压根就不该让你们进来。你，实不相瞒，老夫此次进京城，是因为小女被一个叫叶小天的这个混账小子拐到了京城。叶小天，请问令爱的名字叫什么？老夫姓夏。小女
闺名莹莹。夏莹莹，那你是夏老爷子？晚辈李玄成，恰好认得您的女儿。这就好。夏老爷子您放心，寻找令爱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